新年检查表。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pa 台湾 Nice Mandarin， 这是初级系列。现在已经快年底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新年计划呢？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很有趣的事，也是我每年都会做的一件事，新年检查表。每年到12月，我都觉得时间过得超快，好像夏天才刚过，一转眼就要跨年了。外面天气有点冷，可是气氛很温暖。街上有圣诞灯，商店放着圣诞歌，大家都在准备新的开始。我自己也会开始整理房间，整理电脑，整理手机照片，好像把生活打扫干净，新的一年就会更舒服。你会这样吗？年底的时候，你会紧张还是兴奋？我觉得我两种都有。前几年网络上很流行新年检查表，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做了自己的新年检查表，到现在已经3年了。年底时，我会把明年要做的事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贴在墙上或门口，让我每天都能看到。同时，我也会拿出去年的检查表，想一想，今年我做了什么？今年我有没有完成我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重要，也很有仪式感的小活动。今天我也想带着你一起做哦。你可以听听我的清单，也想一想你自己的。那我们开始吧。目标1，做 YouTube 频道，上传50支影片。结果是成功一半。为什么呢？ YouTube 频道我有做，也真的开始上传影片了。但是50支影片没有做到，因为我其实是10月才开始，从10月到12月只有3个月，要拍50支影片真的有点困难，写文字稿、拍影片、剪接影片都很花时间。虽然没有做到50支，但我觉得自己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开始做了，而且我会在2026年继续做，所以这个目标我给自己的分数是成功 50%， 努力中 50%。 目标2，单独旅行，结果是成功。我今年一个人去了韩国，这是我今年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一个人旅行会有一点紧张，因为要自己订饭店，自己坐捷运，自己找餐厅，但也很自由，想去哪就去哪，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也试一次。这个目标完全成功。目标3，去健身房，结果是失败。我原本想说一年365天，至少可以去20次吧，结果0次，真的一个也没有。每次想到健身房，我都说我明天再去，然后明天变下周，下周变下个月，最后就这样结束了。没关系，我明年还是会再写一次。
也许2026年我终究会成功吧。目标是学 AI， 结果是努力中。为什么想学 AI 呢？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厉害，很多工程师会怕被取代，很多公司也开始问你会 AI 吗？下一个专案要不要加 AI 功能？所以我也开始学了一些课程是工具，但 AI 的范围真的很大，需要时间。今年有开始就是好事。我会在2026年继续学。目标5，学英文。结果也是努力中。你们在学中文，我也在学英文。我每天都有听英文 podcast， 看英文影片。其实我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自己学语言的时候，觉得 podcast 很有用。希望这个节目也能帮助你们。英文要变得更流利，需要慢慢累积。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我有开始。那我今年的成果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一半成功，一半努力中。最重要的不是全部完成，而是你有没有开始，你有没有比去年更好。我觉得我今年真的比去年更好。为什么要做新年检查表呢？因为它有3个好处。你可以了解自己，你会知道今年你努力了什么，你会清楚方向，你知道新的一年要做什么，你会觉得生活在前进。即使没有全部成功，你也会看到自己的进步。新的一年要写什么呢？我通常会写想学的东西，想去的地方，想做的工作，想开始的新习惯。例如每周运动1次，每月做1件新的事，学一个新的技能。其实不用写太多，3到6个就好，太多会做不完。那我想问大家，你今年的目标完成多少呢？你觉得哪一项最难？你明年想做什么事？我很希望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这样我也可以知道你们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来练习刚刚听到的重要词语吧。检查表 Checklist. 要确认的事情的清单。出门前我会先看一下检查表。我做影片时会用检查表，避免忘记事情。跨年 Celebrate New Year's Eve. 从一年到下一年的庆祝活动。今年我打算在家跨年。我最期待的是跨年的烟火。紧张 Nervous. 心里不放心，怕怕的。第一次上传影片，我很紧张。面试时，他看起来有点紧张。上传 Upload. 把资料放在网络上。我每天固定上传教学影片，上传太慢，所以我换了网路。文字稿 Script. Text draft. 写好的内容要说的文字，我会先把文字稿写好再录音。它的文字稿很清楚，也很好懂。剪接 Edit video.
audio, 把影片或声音剪好组合好。我花3个小时剪接这支影片，它剪接得很自然，看起来很顺。单独 alone, by oneself, 自己一个，没有别人。我单独去咖啡厅读书，他不喜欢单独旅行。印象深刻 impressive, unforgettable, 让人一直记得很清楚。这次旅行真的很印象深刻。他说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流利 fluent, 说话或写字很顺，很自然。他中文说得很流利，要流利需要每天练习。累积 accumulate, 慢慢变多，每天看一点书，知识会累积。做影片久了，经验就会累积。目标 goal, 想做到的事情。我今年的目标是说中文更流利。他设定了3个读书目标。好处 benefit, 对你有帮助的地方。每天练习有很多好处。早起最大的好处是时间变多。前进 move forward, 往好的方向走。你每天努力，就是一直在前进。我们一起前进，一起变好。即使 even if, 就算发生某件事也不改变。即使很忙，我也会学中文。即使下雨，他还是去运动。今天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帮忙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